山水间的天籁回响，听周深好花红，遇见贵州的魂与梦。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最近让我耳朵怀孕的一首新歌。就在3月27日，周深的新 MV《好花红》正式上线了。说实话，起初看到这个名字，我以为又是一首普通的古风歌曲，但点开听完第一遍，我整个人都静下来了。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一场关于贵州山水、关于布依族文化的深情告白。今天我就想借着这首歌和大家好好唠唠周深是如何用他的声音把贵州的山水之美唱进我们心里的。当流行遇见传统，一次意想不到的惊艳。首先咱们得说说这次合作带来的直观感受。周深这个名字在当下的华语乐坛几乎就是品质的代名词，但这一次他没有选择那种宏大叙事的流行大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一首源自贵州惠水县的布依族传统民歌。要知道，《好花红》这首歌在布依山寨里已经传唱了200多年。200年是什么概念？那是几代人的青春，是无数山歌对唱的夜晚，是流淌在血液里的记忆。当周深那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响起，唱出好花红，哎好花红哟，好花生再次离蓬埃的那一刻，我个人的第一反应是太搭了，真的太搭了。以往我们听民歌改编，最怕的就是2张皮，要么太土气听不懂，要么太流行丢了魂。但周深这一版巧妙地保留了原曲山歌那种淳朴野性的特质，同时又融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元素。这种融合不是生硬的拼接，而是一种水乳交融的自然生长。听到副歌部分那个转音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种感觉不像是歌手在表演，而像是一个归乡的游子站在山头对着山谷呼喊。这种不机器的质感恰恰是现在音乐圈最稀缺的。它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技术是为了服务于情感，而不是为了炫技200年传唱。时光里的布依族记忆，咱们再把镜头拉远一点，看看这首歌背后的文化厚度。好花红作为布依族的经典民歌，它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延续200多年不衰，是因为它唱的是生活，是爱情，是这片土地上人们最真实的情感。在惠水县的山寨里，这首歌可能就是阿妹送给阿哥的定情信物，也可能是劳作之余解乏的调子。他不需要华丽的舞台，只需要一片山林，一湾清水。周深在演绎这首歌时，显然做了大量的功课。他没有用那种高高在上的美声姿态去俯视这首民歌，而是选择了平视，甚至是融入。他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布依族山寨里的一员，用声音去触摸那些古老的纹理。这种对文化的敬畏心，在当下的流量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很多艺人做国风，往往只停留在服装和造型上，但周深这次是从音乐的内核去致敬传统。我个人特别触动的是，当我们听到世代传唱这4个字时，往往觉得它很遥远，但通过周深的声音，我突然觉得这200年的时光就在耳边。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文化的传承者，哪怕只是静静地听完一首歌，也是一种对传统的尊重。这种历史的厚重感，让这首歌有了超越时间的重量，词中有话，诗经手法的现代演绎。再来细细品味一下歌词。这首歌的歌词创作非常有讲究，它广泛借鉴了诗经里的赋、比、兴手法。咱们通俗点说，就是它不直接说我爱你或者这里很美，而是通过反复出现的意象来烘托。比如歌词里提到的刺梨、河水，这些都是贵州大地上最常见的景物。刺梨这种植物浑身是刺，但开出的花却很美，结出的果很甜，这其实就是一种隐喻，象征着布依族人民坚韧而又美好的性格。这种写法勾勒出的是一幅柔和悠远的画卷。听歌的时候，你脑海里会自动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清晨的薄雾笼罩着山峦，清澈的河水缓缓流过，岸边的刺梨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周深的声音就像是一支画笔，随着旋律的起伏，一点点把这些色彩涂抹在听众的心坎上。这种寄予无限深情的表达方式，比直白的呐喊要高级得多，也耐听得多的。我自己在听的时候，特别喜欢留意那些意象的出现。每当刺梨2个字唱出来，我就觉得心里软了一下。这种用具体事物承载抽象情感的手法，真的很有东方美学的韵味。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读古诗的感觉，言有尽而意无穷。现在的流行歌太直白了，有时候反而少了这种回味的空间，而好花红恰恰补上了这一块旋律的流动，传统山歌的现代化重塑。说到旋律，这就不得不提编曲的匠心了。原版山歌的旋律可能比较单一，节奏也比较自由，适合在山野间清唱。但要变成一首面向大众的 MV 歌曲，就必须在保留韵味的基础上，让旋律更为流畅动人。
周深这一版在节奏上做了一些微调，加入了现代乐器的铺垫，让整首歌的层次感更加丰富。但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这些现代元素的加入并没有喧宾夺主，你依然能听到山歌那种高亢嘹亮的底色，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泥土的芬芳。周深的嗓音控制力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可以在真声和假声之间自由切换，既能表现出山歌的粗犷，又能展现出流行音乐的细腻。这种收放自如是需要极深的功底的。作为一个对编曲稍微有点研究的人，我必须得说，这个平衡点找得太难了。加多了电子音效就俗了，加少了又显得单调。周深团队的处理非常克制，所有的乐器仿佛都是为了衬托他的人声而存在的。我个人听的时候，感觉旋律像水一样流进耳朵里，没有任何阻碍。这种流畅感是那种精心计算过的自然，是专业团队打磨出来的结果。MV 里的贵州山水，既然提到了 MV， 咱们就不能不说视觉呈现。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但 MV 是视听的结合。在这支 MV 里，贵州的山水之美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镜头扫过连绵起伏的青山，云雾缭绕的村寨，还有布依族姑娘们精致的服饰和银饰。这些画面和周深的歌声互相呼应，形成了一种立体的感官体验。看着 MV， 你仿佛能闻到贵州山区湿润的空气，听到风吹过竹林的声音。这种沉浸感是单纯听音频无法比拟的。周深在 MV 里的状态也非常放松，他没有那种明星架子，而是像一个大男孩一样融入到这片风景中。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恰恰是《好花红》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核心精神。看完 MV， 我最大的冲动就是想去旅游，真的太美了。以前对贵州的印象可能只停留在黄果树瀑布，但这首歌让我看到了贵州更人文、更细腻的一面。那种山水之间的灵气通过镜头语言传递了出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音乐视频，更像是一部微型的贵州旅游宣传片，让人心生向往。周深的叙述者角色，我们再来聊聊周深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但我觉得他更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优秀的叙述者。在《好花红》里，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讲故事。他通过语气的轻重缓急，通过呼吸的深浅变化，把听众带入了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他唱《好花红》的时候带着一种欣喜，唱《刺梨棚》的时候又带着一种怜惜。这种细腻的情感处理让歌曲有了温度。很多歌手唱歌像是在完成任务，但周深唱歌像是在和朋友聊天，分享他内心的感动。这种真诚是骗不了人的，听众是能感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能迅速打动人心的原因。我个人在深夜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种想哭的冲动，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感动。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太久没有听到这样纯粹的声音了。周深的声音像是一个避风港，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烦恼，只专注于眼前的美好。这种情感上的治愈力是这首歌最大的价值所在。文化的传承，年轻偶像的责任与担当。最后，我想升华一下这个话题。周深演唱《好花红》其实不仅仅是一次音乐上的尝试，更是一次文化上的担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切入点。周深作为一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年轻歌手，他用这种方式让古老的民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非遗传播方式。他不枯燥，不说教，而是通过美的享受，让大家自然而然地接受并喜爱上这种文化。如果更多的艺人能像周深这样去挖掘自己家乡或者中华大地上的优秀民歌，那我们的文化传承将会变得更加生动和有趣。这不仅仅是贵州的骄傲，也是整个华语乐坛的幸事。我特别欣赏这种用流行带动传统的做法。以前我们总觉得传统和流行是对立的，但这首歌证明了他们可以共生。我个人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国潮，不是穿件汉服就叫国潮，而是把文化的魂注入到现代的作品里。周深这一步走得很稳，也很有意义，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现，让美好继续绽放。总的来说，周深的《好花红》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佳作。它让我们看到了贵州山水之美，感受到了布依族文化的热情，也领略了周深作为歌手的无限可能。好花生在刺梨棚，美好的事物往往生长在艰难的环境中，但只要用心浇灌，终将绽放。这首歌就像那颗刺梨花，在现代化的音乐工业里开出了最质朴、最动人的色彩。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我强烈建议你去听一听，戴上耳机，闭上眼睛，让周深的声音带你去一趟贵州，去感受一下那份来自山野的清风。